我是孤儿，从小被收养到国外。其实我对中餐的印象，也就是福利院的饭菜吧。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们拿的都是搪瓷碗，然后一个铝制的调羹，就在排队等打饭。福利院的饭菜其实就是一些蔬菜，上面飘着几片肥肉。吓到了。啊，被你的智商吓到了，也被你的坦白吓到了。我总觉得跟你网上接触和一起吃饭，总感觉你既单纯又复杂。现在谜团渐渐解开了。在意吗？在意什么？福利院长大，还是你把自己培养的这么优秀？你不觉得我很古怪，有点不合群吗？如果一定要说平庸普通才算不古怪的话，你确实有点古怪。至于不合群，我一直相信曲高和寡。你安慰人的方式很特别。恰恰相反，我不认为你需要安慰。安迪，重新认识一下，我叫魏魏。我坦诚了一顿饭的时间，终于换来了你的坦诚，不容易。我叫安迪，真名网名都叫安迪。安迪，我希望我们不只是网友，还是好朋友。现在还不算吗？老谭，安迪，到我家来一趟吧，老严回来了。我知道了，我现在过去。怎么了？没事，寻根，请朋友帮忙。需要我协助吗？我很愿意助一臂之力。暂时不用了，谢谢你的午餐，拜。拜拜。不要总是观察我、试探我、考证我。怎么？成帮了？说你查了一下他的车，被他一眼就看穿了。一个年轻女孩开这么好的车，总是怪异。是我太鲁莽了，还好他没怪罪。哎，你们这是干什么呢？参观旅游景点呢？哎呀，谁叫你平时啊总是眼高于顶，什么人都入不了你的法眼。安迪见谭宗明远远地走过来，他不知道老谭要带给他的是一个怎样的消息，但安迪清楚，无论如何，他都必须要去面对。怎么又开了半天？我想换辆车，这辆车太扎眼了。哦，那你告诉我，我哪辆车不扎眼？想诚心拐我辆车，总得编个好点的理由。说吧，为什么换车？好吧，我认识了4个小朋友，这车已经坐不下了。我觉得这辆车不错，正好。什么正好？这辆车我拿回来才开了2次。那再合适不过了。真是生米恩，斗米仇啊！好吧，一会儿我给你拿钥匙。走吧，老严在后院等我们。刚才老严详细跟我说了他过去1个月做的事儿，情况要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复杂，我也很惊讶。要不还是你来说？你说吧。安迪小姐是这样啊，中国的一些事儿跟国外还是不一样啊。这些领养人呀，他们不愿意让别人知道他们领养了孩子，这就好像向全世界宣布说，
他们夫妻俩没有生育能力一样，更不愿意让孩子跟原来的人家有任何的牵扯。大家马上的办好了领养手续之后，就迅速搬离，所以找起来啊，真的是很困难。加之吧，这个事儿过去了有20年，我是几经周折，辗转找了很多人，哎，这个领养人的信息还真让我给打听到了。就是他们离开了宜昌之前，领养人又把你弟弟送回到了岱山。送回岱山，为什么？因为很多人说，你弟弟被领养之后不久就出现了智商低下、反应不够灵敏这么一些倾向，所以他们怀疑可能是智障，所以领养人不想负这个责任，就只好选择放弃。弟弟智障，这怎么可能？渣男还敢报警！家长让他给他去邱莹莹，你别激动，他既然敢报警，说明他根本就不在乎你。你就这么过去，肯定会吃亏的。那怎么办呀？咱们眼睁睁看着樊姐被抓走吗？找安迪，打电话。对，打电话。安迪他那么聪明，肯定有办法的。怎么样了？安迪他不接电话呀。那他不接电话怎么办呀？现在都怪我，都怪我！我要是不爱上那个渣男的话，樊姐也不可能是渣男。行了，大姐，你别哭了，你这一哭我心都乱了。哎，怎么办呀？嘛呢？是灵还是死人了呀？门都不关，屋里嚎丧呢。潇潇，你回来的正好，樊姐被警察抓走了，你快帮忙想个办法吧。你当时都损坏了些什么东西？你还记得吗？就一些乱七八糟的，他那儿也没什么东西，杯子呀、摆设什么的。被子，这也算。那还有几件衣服，踩了几件。还有呢？没什么了。那什么都没有，就是些摆设。真没了吗？没了。屋里有一台电脑和一个 iPad， 不是你砸的吗？樊大姐真的把白渣男的窝给砸了？嗯，白主管他太过分了，樊姐也是看不过去才这样做的。砸得好，砸得妙，2个字儿：帅爽。想不到平时娇滴滴的樊大姐还有这么给力的时候呢。可是樊姐现在还在派出所呢，这白渣男心真狠。这要是咱们今天救不出樊姐，樊姐就得在派出所过夜了。由我曲筱绡在，能让白渣男的奸计得逞吗？姓白的，你有病吧？你那电脑跟 iPad谁砸的？我出门的时候，我家里都好好的。等我回来之后，我家里被砸得稀巴烂。中间这段时间只有你们去过，那不是你们能是谁砸的呀？你凭什么说是我砸的呀？保不齐你自己砸的，你多流氓啊！这位小姐，我自己砸的。我没事喜欢在家砸自己电脑玩。那要是按你这么说的话，我家那些东西就全部都是我自己砸的。你那些破烂玩意儿确实是我砸的，确实是我承认那是我砸的，但是电脑跟 iPad 绝对不是我砸的。哎呀，小姐，你砸了，我又不追究你责任，你赔偿就好了嘛。赔偿？你想讹我钱是不是？你穷疯了吧你？邱莹怎么能看上你这样的人啊？哎，邱莹，警官同志，他说的这个邱莹啊，跟他是共犯，我得连他俩一块儿告。这个邱莹在我家白吃白住那么多天，我还没嫌他烦，结果他带着他们去把我家砸了个稀巴烂。警察同志，我没有什么别的要求，这件事儿，咱们该拘留拘留，该赔偿赔偿，绝对不能做出不可耻的行为。你说谁不要脸？我说你不要脸呢！你看你不要脸的样子。干净点行不行？行了，吵什么吵？这什么地方？菜市场吗？吵有什么用？他说你砸了他电脑，
你说你没有，你要拿出证据来证明你没有砸他电脑。我有证据。检察同志，这是我砸完以后拍的照片，拍完我就走了。检察同志，他完全可以在他砸之前拍这些照片，这个一点说服力都没有。你怎么那么不要脸呢你？行了，他说的也不无道理。对，这张照片确实是看不出是砸之前拍的还是砸之后拍的，除非你有什么证人能证明你没有砸。我砸之前我就让他们两个就出去了，我有个证人，他同屋。我砸的时候他同屋就在，我拍照的时候他也在，拍完照我就走了，你可以把他叫过来。啊，那是这样，你现在就给你同屋打一个电话，让他马上来派出所一趟，具体细节我们还需要再核实一下。有这个必要吗？当然有必要了。对呀，事情就是这样的。他两个没有经验，一问三不知，不知道是来的哪个分局的，也不知道人现在去了哪儿。你帮我查一下吧，他现在人在哪个派出所呢？战胜的胜，美丽的美。哎，是不是应该先请个律师啊？这电视里说律师来之前先不要说话。请什么律师啊？这摆明了是那姓白的搞的鬼嘛！肯定是不知道虚报什么损失了。像他这种人啊，就算有什么值钱的货色，也全都挂在身上了。请律师只会让事情更麻烦。我们现在当务之急是赶紧让樊姐出来，对不对？关系。喂，阿杰啊？没有，是他胡说八道，是他血口喷人。你们为什么不信我呀？为什么不信我的呀？是他和人先告状，是他见异思迁。不是，我现在跟你们说不明白，我等见面再跟你们说，行吗？你们别再问我了，你们再问我的话，我要自杀。怎么了呀，莹莹？这又怎么了？我爸妈那个渣男给我爸妈打电话，说我见异思迁。说是我在外面花天酒地，他这人怎么这样？莹莹，还是我跟你爸妈说吧，不然他们担心了，真从大老远来了，不就麻烦了吗？啊！喂，叔叔阿姨啊，我是小关。莹莹她不是那样的，我们天天在一起，我怎么可能不知道她呢？对啊，阿杰，事情就是这样的。这件事情啊，你必须帮我搞定。邱莹莹，你有没有良心呢？我在帮你捞樊姐呢，你想阻止我不成？不是，不是什么？说话大声点。你是蚊子啊？你才是蚊子呢！你才是蚊子！我问你，你怎么看出来白主管是渣男的？姐姐身经百战，知不知道？本小姐还知道你明天别想回公司上班。渣男一准圈好陷阱，准备落井下石。他已经告到我爸妈那儿去了。本人真的是无药可救啊！你怎么不把你的银行卡账号密码一锅端了告诉那渣男呢？哼，你逢山无影腿这么猛，怎么不用到渣男身上去啊？哎，叔叔阿姨，我不和你说了啊。说又怎么了？什么叫我又怎么了？我正在到处打听樊姐的下落呢，有人就扑上来狗咬吕洞宾。小关，你能把这人拉远一点吗？我接个电话，有消息了。哎，行了，莹莹，你别闹了。秀秀是来救樊姐的，你把她气走了怎么办？樊姐怎么办？你就让她在派出所过一夜呀。啊，我知道了，打听到了，果然是渣男报的案，人现在就在渣男门口的派出所呢。
我现在就过去。我也去。得了，渣男人现在肯定也在派出所呢，你就不要再过去添乱了，好不好？你要是过去给渣男当场破镜重圆，樊姐肯定吐血给你看。你要是当场踢你的佛山无影腿，那是给我们捞人添麻烦。像你这种没有自制力的人，还是少去现场为妙。我要杀了他！我要去杀了他！那全被我猜中了，那更得拦着你了。我去！小万，你看好他，不要让他再耍麻烦。你们在这等着我，乖乖等我消息吧。我要去杀了那个杀人！你别闹了！为什么大家每次做为你好的事儿，你就是不听，非得闯祸了才肯罢休呢？你为什么做事就不能想想后果？我求你就听我这一回，把樊姐救出来再闹好吗？中国这么重男轻女，能够领养到一个男孩子已经相当的不容易。如果不是有什么问题，恐怕不会轻易放弃吧。那我弟弟现在人在哪？所以我也准备马上动身再去一趟岱山。你知道福利院已经没有了，所以我只能找一些原来的工作人员来调查一下。但是吧，寻找难度肯定是非常的大。也就是说，他现在仍然下落不明，是死是活都不知道。对不起啊，调查了这么长时间了，我们现在唯一能够明确的就是，你弟弟最后被送回了岱山。如果他们说的情况属实，如果你弟弟的智商发育真的是相对滞后的话，那他现在极有可能就还在岱山。安迪啊，你也不要过于担心。既然知道人在岱山，老严就会一家一家去找，不放过任何一个可能性。只要人还活着，我们就会一定把人给你找出来。老严，能不能再请你帮我一个忙？你可不可以去当地的精神病院看看，有没有一个1990年出生的人？不许走这段。老谭，我们必须实事求是。领养者不可能无缘无故的放弃我弟弟。如果在那个时候他就已经有这样的特征出现，假设他现在还活着，按概率推算，这很有可能就是精神问题。好的，我会去查。这是条思路。我先回去了，这几天公司的事情先处理一下。你等一下，你能开车吗？那之前说的关于安迪小姐身世的事儿，要不要先跟她说一声，好有个心理准备？不能跟她说。我认识她这么多年，非常了解她的性格。这件事还没查清楚，贸然告诉她，只能让她胡思乱想。先查吧，等彻底查清楚，再说告不告她这事儿。出现了智商低下、迟缓的这么一些，我怀疑他可能是智障。安迪怎么也没有想到，得到的第一个消息不是弟弟的下落，不是他是否安好，
能否跟自己相认，而是弟弟智力有问题，甚至是生死不明的消息。安迪不由得自责，自己是不是错了？是不是应该早点回国来查这一切？记忆中温和可爱的弟弟，现在到底身在何处，又过着什么样的生活？你就是白先生的同屋是吧？对，是这样，我有几个问题需要问你一下。请问，樊小姐拍这张照片的时候，你是不是看到了？对，当时是当着我面拍的。那她拍完这张照片之后，有没有做其他的事情？砸电脑，砸 iPad？该怎么说就怎么说啊。你要知道，在面临调查的时候，我国公民有义务配合调查，并向我们说出实情。如果有包庇或徇私的行为，一经发现，将连同被包庇方一同追究责任。我再问你一遍，这位樊小姐拍完照片之后做了什么？她拍完以后就出去了。没有再进白先生房间吗？没有，她就跟我说让我跟小白说东西是她砸的，然后就跟邱莹莹他们走了。人呢？楼上呢，应该没什么事儿。阿金，去把车停。这渣男，踢腿还敢报警，真是渣出新境界啊！我倒是要看一看，他还能折腾出什么花样。这人跟你到底什么关系？没关系，邻居大姐。哦，上次 Mint 酒吧那个吧？对啊。行啊，曲筱绡，没看出来你还挺有爱的啊。边儿去啊！这大姐吧，我原来挺看不上她的，一身的冒牌货，还自以为自己挺美，一把岁数了还老跟小姑娘争风吃醋，一点自知之明都没有。但是她这事儿干得爽，仗义。姑娘们要都像她这样的话，这世界上的猥琐男至少少一半。我帮她纯粹对事儿不对人。今天这件事情呢，樊小姐已经照价赔偿了你东西的损失费，而且还向你道了歉。最主要的是，人家对于你这种污蔑她的行为，全当你开了个玩笑，不予追究你的法律责任了。你还有什么异议吗？没有。那这件事情咱们就这么了了。你们二位跟我过去签个字。啊？这就完了？看样子大获全胜了。美姬，早知道不需要我帮忙，我就不来了。行了，这没你事儿了，先走吧，酒吧等我，我到时候过来找你。那我撤了。拜拜。拜拜。以后做事情可不能这么冲动了啊！法治社会嘛，大家都要遵纪守法。谢谢你啊，警察同志。走吧。樊姐，你说你为什么总逮着 HR 重没有油水的位置不放？你应该去干业务啊！你这么能忽悠，警察都差点拿你当亲人呢。可不嘛！哎，你来干什么呀？你们怕我出不来啊？怎么可能啊！啊，这点小事还用得着你们吗？我这不没事了吗？上车吧。行了，别装了，差点拿你当女侠，原来这么不堪一击。你担心什么呀？有我呢，不行还有 Andy 呢。
再说你一脸风骚样，警察哪舍得让你过夜呀？哎呀，你是不知道，我这是第一次因为私事进派出所，我能不紧张吗？啊，我就是当时图一时之快，我把那东西全砸了。可是没想到这姓白的竟然敢诬陷我，他把自己电脑砸了，还搭一 iPad。还好，他那个邻居还算是老实，不然我今天压根就出不来。我什么？你竟然放过电脑没砸？那你都砸什么了？砸被子、砸枕头、净弹灰啦？哦，我真的是高看你了，不爽，一点也不爽。哎呀，我要是砸了他电脑，你当我傻呀？我还是有法律常识的好吗？我如果把那电脑砸了，量变就变成质变了，那够我在里面待几天的，才不怕什么呀？砸就砸了，砸得越狠越好，甚至在他桌上插把刀，那姓白的只会越怕你，说不定啊，连警都不敢报，连夜卷铺盖滚出上海，你信不信？人都是欺软怕硬的，你在那虚张个声势，砸几个枕头被子，人一看你就是虚啊，肯定照实打回来了。幸好现在山寨手机都含摄像头，否则呀你就在里边蹲着吧。我才懒得捞你这种犯小事。行了，这事儿就这么打住了啊！看我以后不收拾他。算了吧，这次给那姓白的枕头被子弹灰，下次给人衣服弹灰啊？对付这种人还得我上场，但是他这人太渣，没有太笨，搞得我都没有兴致。我宁愿照看流浪猫、流浪狗，也好过理你这种鸡毛蒜皮的小事。开车吧。你不回去啊？大周末的，我总不能把时间都耗在你身上吧。拜拜。谢了。别闹，出什么事儿都没关系，有姐在呢啊！行了，别在这哭哭啼啼的，让我想听着跟什么似的。哎，踩着我脚了！这些孩子，我真是……曲小五，你今天怎么胃口不好啊？啊，你告诉我为什么呀？你看曲二妞都吃饭啦，你怎么一口都不吃呢？你哪儿不舒服呀，曲小五？我看看，看你瘦，我学学人大胖，你看大胖都能吃呀。别跑！哎呦，哈哈，吃一点吧，曲小五。这就是你上次说的流浪猫啊？对呀，那这个是你上次说的大白猫，它叫白粉丝。这个黑的呢是黑猫警长。这曲小五，这曲二妞。曲家原来人家这么兴旺呀！上次你说的时候，我还以为你骗我呢。骗你干嘛呀？就你这种小白兔，我根本懒得动手。小曲，你是不是学过法律啊？没有啊。怎么想起来问这个呀？就是上次你说到去派出所，说的头头是道的，我还以为你学过法律呢。说你是小白兔，你还真的是小白兔啊！我告诉你啊，姑奶奶我从小就混江湖的，打群架、泡靓仔、派出所什么的我见多了。跑什么呀？真的假的呀？邱莹莹呢？不会还在想那姓白的渣男吧？他今天一天都没出门了。邱莹莹是真的喜欢白主管，白主管这次做的这么绝，莹莹她肯定伤心死了。小蚯蚓，饿不饿呀？不饿，我打算洗心革面，重新做人，先罚自己饿3顿，饿死大言不识人的傻瓜。
你看我给你带来什么好吃的呀？你最爱的3只老鼠，还有夏威夷果哦。这是3只松鼠。你先帮我收着，我要反省，我不能吃。你还是好好想想明天怎么上班吧。我已经想好了，我肯定不能辞职。我就算辞职，也得找好下一家才能辞，要不然我喝西北风去啊。你不辞职，你就得去面对那个白渣男。别怪我多嘴啊，昨天他损失惨重，就他那人品啊，不定会做出什么事儿呢。他如果事事都针对你，你是迎战还是逆来顺受啊？樊姐，你就是我亲姐，这件事你不但没有怪我，还帮我出头。你放心吧，以后我肯定不这样了。以前都是我鬼迷心窍，他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。以后我再也不这样了，我以后再也不会受他欺负了。傻孩子，感情的事儿啊，知易行难。我确实怕你受欺负。不吃啊？那你就在屋里待着，全当减肥了。我去吃了夏威夷果，3只老鼠，哦，3只松鼠。帮我留着点儿。除了邱莹莹，净吃亏。我还有点担心安迪姐。安迪，她怎么了？就是昨天樊姐被带走的时候，我给安迪姐打了个电话，结果她没接。然后等到樊姐回来了，我想去报个平安，我去敲他们的门，然后也没人开门，打电话还是不通。那还等什么呀？走啊！拜拜。徐小虎，你自个儿赶紧吃啊！我待会儿再过来看你们，听到没有？徐小虎，跑什么呀？徐小虎，你给我回来！安迪，安迪呀，我这段时间忙着出差，都2个星期没去美容院了。我看你头发也好久没有修了，跟我一起去吧。安迪姐，你昨天没事吧？没事儿。有什么事儿？不是吧？昨天闹腾成这样，你什么都不知道？太不公平了！姑奶奶昨天白演了一场飞车救人，早知道樊大姐自己能搞定，我就根本不用淌这趟浑水啊！我这次出差回来才知道，赚钱真不是人干的活儿。巴掌大的项目，我上上下下得结交10几号人，我得做合同、攒方案，还得把这群人当大爷一样伺候着。真是摸不清楚他们心里都在想些什么。不是吧？这么快就睡着了？我还指望着跟他聊聊天，打发时间呢。樊姐，你这晚上有约会啊？也不算是约会，我那个同学又来上海了，说要晚上约我一起去。哎，樊姐，我觉得那个人挺喜欢你的。上次你们一起吃饭的时候，他眼睛就没离开过你。我觉得你可以考虑考虑啊，总比那些只看条件的强吧。那不一定，我告诉你啊，男人在没得到你之前，对你是千好万好，一旦追到手变成女朋友，情况大不一样。小蚯蚓就是个例子。这听你这么说，我都不敢谈恋爱了。如果我真遇见像白主管那样的渣男，我真是比吃个苍蝇还恶心。你还能一辈子跟我们住在一起啊？比起遇见渣男，我还真愿意跟你们永远住在一起。拉倒吧，你就是现在这么说，真要到了遇到喜欢的人啊，一头扎进去啊，你就不记得樊姐是谁了。傻乎乎看着我干嘛？出去把门带上。
姐姐，我要换衣服走人了。好嘞，好嘞。啊，我突然觉得好饿啊！姐姐，你从下午睡到晚上，能不饿吗？你昨晚干嘛去了？怎么能扔下我乱睡呢？害得我差点闷死。我昨晚一夜没睡。喂，老谭，我没问题了，周一准时上班。哦，对了，在哪儿签字？刚接触的那个项目我考察了一下，我觉得回报率还挺高的，还不错。我已经让关大鹏做方案了，周一我们讨论一下。OK， 拜。万恶的资本家，不让人睡觉，自己倒是躺在美容院睡得呼呼的。我不管，你请客吃饭。想吃什么？浦东新区新开了一家海鲜刺身，死贵死贵的，请不请？请，你请我做 SPA， 我请你吃饭，走吧。终于宰了资本家一顿了，我今天一定要吃到嗨！你说秋韵明天上班碰到渣男，会是怎么一个火爆场？不知道啊，办公室恋情一向是没有好结果的。反倒我是觉得对樊小妹刮目相看。还刮目呢？以为自己精明厉害，其实色厉内荏，对付个渣男差把自己搭进去，面人一看就是他的硬伤。你以为个个都像你，生下来就可以继承公司，衣食无忧？我觉得樊小妹挺不容易的，生性热心肠。小邱这件事情啊，是多亏有了小樊和小关。小关不懂事儿，人家说什么他都信，而且假正经，小脑袋瓜里的教条特别多，而且特别喜欢求上进。哎，我最烦他绷着全身细胞求上进那个样子，完全努力错地方。有时候听你说话真的挺好玩的，但是我觉得小关是个好职员。相反小邱吧，算了，换个话题吧。你的公司怎么样了？后天我方来，你能不能签约就看后天。签约之前，一定要使劲把这个气球吹大。就算你的条件是个狗尾巴草，你也要把它包装成一个有气质、特立独行的狗尾巴草。等到双方绑在一条船上的时候，再努力做实事。我听着怎么觉得像反话呀？不是反话，就像我刚跟你说，我觉得小关会是一个好的职员，是因为他的条框太多，所以他做事情的时候总会把预设的东西往他的条框里装，太束手束脚了。但你没有，我相信你已经把你的狗尾巴草包装的独一无二了，但因为你的经验不够，我才想告诉你说，把它包装的更有气质，更特立独行一些。千万不要把狗尾巴草说成是玫瑰花。Andy， 我爱你。我爸说，常与同好争高下，不共傻瓜论短长。20号楼就你一个人领情。常与同好争高下，不共傻瓜论短长。高。我最烦脑袋转不过弯的人，但是在生活中无数的小外延条件下，在某些特定的条件项下，有些人就算他智商不高，但是他术业有专攻，他依然可以成为小外延条件项下的专家。所以以后不管我们是跟谁说什么，一定要看清前提。当然了，有些话题只能是不共傻瓜论短长了。你说他是什么意思呀？安迪那话呀，真的，我都疑神疑鬼一晚上了。他要哪方面跟我说的多了吧，我就够他是不是觉得我有专长？哪方面说的少了吧，我又在想他会不会怀疑我是傻瓜？而且他的术语啊，一串一串的，我一声都不敢吭，就怕他把我当傻瓜。小小，你还疯了吗你啊？你跟我混世魔，你还造别人看我了？对呀，我这么聪明，谁怀疑我谁傻瓜？怎么样，还可口？
这儿的菜真的很好吃。小美，我有件事情比较麻烦，我一直在犹豫要不要请你帮忙。我最恨这种下套子的话，有什么你就明说好吗？好，自从上一次和你见面之后啊，我已经打算将我的事业重心放到上海来。我想在上海租一间办公室，然后再租一个单身公寓。你知道我在上海这人生地不熟的，这外面这什么地段啊、价格呀，我都不清楚。你看你在上海扎根已久，所以我特别希望你能帮这个忙。我还以为多大点事儿，好说。告诉我什么条件啊？爽快。那，这是我列的一些要求，比较麻烦，你看看。注册公司啊？大家好，我是王子文。听说看剧还能有福利啦！只要截取90不同角标，按照格式发布微博，就能获得欢乐颂的周边大礼，等你来拿哦！目视前方，下巴抬高更漂亮，抖抖肩膀，藏好背后的翅膀。我很善良，不代表我没主张，甩掉高跟一样是锐不可当。天真疯狂，偶尔霸道嚣张，弄像烈火，冷又似冰霜。左手梦想，右手随时疗伤，无路可走就展翅飞翔。总有幸福在等你，傻瓜，再不去挣